好，印尼政府直接禁卖 iPhone 16，压着苹果要在当地付出巨额的投资才能持续贩卖。这背后到底是有什么原因呢？我们今天就来聊这非常有趣的话题。那大家应该知道嘛 ，iPhone 16已经出了一阵子，那全球大部分的地方都可以买得到。但印尼政府呢是直接把这项商品全部禁卖。那连现在苹果开出10亿美元的投资后，都被他们打枪。可能一开始大家看到这新闻标题的时候，会想说，为什么印尼政府这么的强势？他们到底是有什么筹码，有资格对苹果使用这样的态度？但其实我们看看整个背后的玄机后，会发现，他们好像还真的有这样的底气。那首先我们现在了解印尼这个国家的经济实力还有人口实力，为什么他们敢说出这样的话？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印尼已经不是现在的一般新兴市场，他们是世界第4大的人口国，那仅次于中国啊、印度还有美国。那如果我们要以经济规模来说啦，他们其实也是在前段班，他们是全世界第16大的经济体，也同时是 G20 的成员国。那由此可知啊，不论是它的市场消费力或者经济力来说，它都有绝对的话语权。那但也不能只靠人口多啦，你消费力够，但是对于这种比较高端的电子产品，到底消费力如何呢？我们就来看这个地方。那其实呢，他们在科技装置的消费力还有使用率都是非常的高。那以智慧型手机来讲，他们用户有 1.9 亿，这个数字比整个日本的人口都还要多。那如果你算的方式是它同时开启还有使用的这个装置数量的话，其实是高达大约 2.5 亿。那另外印尼还有另外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就是在他们人口占比里面，年轻人口的比例非常高，超过一半的人口都在44岁以下。那自然他们对这些新科技的使用率啊，还有接受度，对比一些可能人口相对老化比较成熟经济体来说，其实印尼的这个人口含金量还是非常的高。那同时也代表这个是一个充满活力还有未来消费潜力的一个市场。那印尼呢，作为东南亚最大的经济体，如果苹果未来想要持续成长后，甚至在东南亚称王的话，这块市场如果以投资未来的角度来讲，它是没有办法放掉的。所以这是为什么 iPhone 16禁卖对这个全球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消息跟新闻。但我们刚提到嘛，是以未来的市场来看，那以现实的角度来看，苹果目前在印尼的市占率其实一直不算太高。那以2024年的数据来看，苹果在印尼的市占率不到5%，远远落后三星、vivo 还有 OPPO 等品牌。那这原因非常的简单，因为我们知道苹果长期以来不喜欢打入门低阶的消费市场。那以 iPhone 16来说，它在全球平均的售价大约在1000美元，这个对现今印尼的平均消费者来说简直是天价。就是 OPPO 啊、vivo 他们主打这些中低阶的款式，平均价格只要200美元。那当这个新闻出来的时候，很多人会问啊，那印尼国内禁卖，他们人总是可以飞出去买，那甚至是进口上网买吧？那其实呢，你要了解印尼这个国家，他们对国内手机使用的这个规范是非常的严格，这个包含印尼人自己从国外海外买回来的手机也都是一样。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个真实的故事，在印尼的棉兰市有一位医生叫做 Winston， 那跟我们一样也是果粉啦。那2019年的时候，为了买 iPhone 11，特地飞到新加坡，因为在当年新加坡的 iPhone 对比印尼当地便宜了250新币，那坐个来回机票也才120新币，所以他算一算自己还赚了一点。那使用了1年之后呢，在2022年的时候，印尼政府更改了规定，要求所有的手机都要在注册之后才可以正常使用。那这个医生 Winston 他也非常老实的去注册，注册后没有多久之后，手机就突然停用。那你换 SIM 卡也是一样，就是没有收讯，因为他这只手机并非印尼当地所贩卖的。那这个案例你可以看得出来，印尼政府他们在手机的管制上面是非常的严格，即使你是观光客入境啊，你也要去注册你手机的 IMEI 号码，那他们才会给你一定的使用的期限。所以啊，如果你是当地人，你也只能乖乖去购买当地的手机。那这也解释为什么 iPhone 16真的禁卖之后，他们当地人没有办法自己飞到国外去买，甚至是进口来买。那到底印尼政府是基于什么样的政策对苹果提出那么强硬的要求，还用禁卖手机这么严重的事情来逼苹果就范？那首先我们先要认识印尼的这个 TKDN 的政策，但是听起来虽然很绕口啊，但是其实你要更直接去了解它，就有点像是国内零组件水准啊，或者百分比的这个说法。简单来说，就是要求手机品牌，如果你今天手机要在我们国家贩卖，那可能里面至少必须40%的零组件要在我们当地生产。那在台湾可能有玩车的人就会比较了解，台湾现在称为国产车可能有个自制率的这个比例，那可能多少百分比的这个零组件要在台湾生产，你才能享用这国产车相对的优惠。那印尼定出这40%的这个比例后，那经报道来说，他们其实是经过精密的计算，因为他们分析了全球手机的供应链，他们认为这个数字是有办法达到。同时他们认为啊，因为他们自己消费市场是非常的庞大，定这样的门槛算是非常的合理，不至于会把这些厂商吓跑。这个政策不只针对零组件的限制，印尼政府还要求这些出口商必须把这些出口的收入留在印尼1年，就代表这个钱赚了还出不去。但是他们的目的就是希望这些进口商
商在赚到这笔钱之后，可以再转进来再投资印尼，因为钱摆着1年不动的话，你先不说通膨啦，你失去掉这些投资啊赚钱的机会就少多少。那以任何盈利公司应该都不太可能让钱放在那边不动。那同时我们看回来，为什么印尼政府对苹果采取这么强势的态度？那除了它的市场规模啊，还有人口数量之外，那其实他们自己有观察到全球供应链的格局正在变化。那像过去20年呢，中国一直是苹果最大的制造商还有生产地。最近情势当然是有点变化，大家都知道，加上美中的政治角力，其实也不止苹果，许多先前把生产基地啊都放在中国的厂商也受到美国政府的要求，要慢慢移出他们生产基地，而且要开始减少他们零组件在中国制造的比例。这类型的生产呢，很大部分也是往中南亚移动啦，像是越南啊，甚至是印度。那像印度他们非常聪明，他们利用非常优惠的政策，也吸引到苹果啊，还有鸿海、西进。那以印度来说，现在已经产了全球14%的 iPhone， 他们甚至希望在2028年的时候提升到25%。那越南同时上也没有要放过这个机会，政府也提出非常多租税的优惠啊，送地，开出非常好的条件，也吸引苹果160亿美元的投资。那目前主要生产的是 AirPods 的配件，那像我现在拿到 AirPods 就是越南生产。那相比之下，你可以看得出来，好像苹果对于印尼的投资就相对的保守。那毕竟在人口还有市场规模上面，印尼知道自己都比越南大，他们也想利用这个机会帮助自己内部的产业升级嘛，提高科技业啊在内部的投资，培育自己国家的代工业成长，进而再注入好处啊，像是技术人才水准的提升啊，还有国内教育水准的提升。那基本上他们就看到过去20年中国怎么利用这种模式成长，他们现在也想复制一样的方式来提升自己国家的经济力。所以这样的做法其实很有道理啊。你如果站在他们国家的角度来看，哪一个国家不会希望利用自己所有的筹码来提升自己的实力？对于印尼那么强硬的要求，苹果怎么应对呢？那在苹果作为全球市值第1的品牌来说，他们也早就熟悉这类的操作，在国际情势上面的角力他们也不是第一次碰到。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苹果展开了3轮加码。那第1轮他们只开出1000万美元，那想也知道这些钱不会被印尼政府接受。但我觉得苹果提出这个非常低的加码，多少有点测试他们的底线，那也展示出自己的态度没有那么容易受到威胁。那看起来似乎他们也不怕去激怒印尼政府的样子。那想当然这样的条件印尼政府就直接拒绝嘛。第2轮呢，他们才加到1亿美金，印尼政府还是直接摇头，就是不让你卖 iPhone。那到了第3轮呢，苹果直接提升到10亿美金，可以到每一轮都是10倍的增加。那除了这10亿美元的投资，他们外加还会在印尼当地生产 AirTag， 这个就不单只是金额上面的保证。但印尼工业部长听到这样的条件，他回应更是经典。他在接受路透社的采访时候就直接说：你们在越南投资160亿美金，在印度也投入巨额的资金，凭什么到了印尼就只给出这么一点点？而且到底 AirTag 在这边生产跟我们所要提出条件的 iPhone 是有什么关系？我们政策就是在 iPhone 里面有一定百分比的组件要在当地生产，才可以在当地卖。那这个话就直接戳破苹果提出的条件。毕竟印尼政府一开始政策就是清清楚楚，等于是在直接呛苹果说你不要给我偷换概念。那当然，目前这个谈判还是持续进行中，会不会下一次苹果也再加了10倍上去？但我们先反过来看看印尼国内的市场，我觉得市场就是非常的现实啊。当苹果手机在印尼被禁卖的时候，大家自然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手机市场有很大的一块空缺出来。那嗅觉敏锐的中国品牌，他们手法就高明多了。那以 OPPO 为例他们早就已经在印尼设厂，去年11月呢，直接把他们新旗舰机的国际发表会直接办在了印尼。那这个举动当然给足印尼当地面子，等于就是跟你说，我把你当成重要的市场。对比苹果而言不单只是这个投资啊设厂，我连旗舰机这种国际重要的发表会都直接给了你，就代表不是只有占你便宜而已。那小米呢，则是主打它的性价比市场，成功的抓住印尼庞大的中产阶级消费族群。那传音控股这个大家可能也没有听过，他们在中国以外的市场其实用这种非常狼性的方式推出非常多高性价比的旗舰机，甚至是折叠机。最近荣耀的品牌也宣布要在印尼增加10个门市，还计划在当地直接推出高端的折叠手机。那你可以看到这些品牌不仅顺应印尼当地的政策，更是真正花钱的投资他们。那但想也知道，他们想趁着苹果没有办法在当地卖的这段空缺时间，然后快速的攻占下市场。因为你放眼全球，到底还有几个这种庞大经济规模的市场会禁卖 iPhone？ 现在不抢，什么时候抢？好，那看起来这个是印尼政府跟苹果之间的角力，让当地的人民买不到这个手机，到底会不会有什么其他的想法？你能试想吗？如果今天台湾 iPhone 17不能上市的话，人民反弹是应该蛮大的吧？那其实，在印尼国内也有非常两极不同的反应。同时，你有一方当然挺政府的政策，像消费者组织就会去宣导跟民众说，不要铤而走险啊，去买非法的 iPhone， 因为被抓到可能会有罚则啊，而且你不能使用。同时，他们商会主席也会提醒政府说，你为什么要对苹果使用那么强硬的态度？作为 WTO 的成员国啦，我们
要保护自家的产业是没有错，但同时也要注意它的平衡。如果印尼用这种态度去封杀某一些产品，会不会造成其他国家也会有相对的报复性封杀的措施？但以目前的报道看起来，大多数的民众是支持政府的政策，因为他们看到的是，如果苹果愿意在当地投资后，可以提升他们生活品质，提升他们的经济力，那毕竟他们也是有其他品牌可以选择嘛。那我们再把这个事件拉远一点来看，它不单单只是印尼政府用停卖 iPhone 来索取更多投资而已。我们可以看出整个东南亚，甚至牵涉到中国，它科技业的制造版图正在重新洗牌。任何在美中角力下分出来的饼，大家都想要抢。就连新加坡跟马来西亚，他们现在一起建立了高科技产品特区，叫做柔佛新加坡的经济特区。他们提供非常多的税务优惠，他们利用马来西亚的低人力制造成本来吸引更多外商的投资。而新加坡这一面可以提供快速连接全球的运输，目的就在抢攻全球的供应链。那印尼内部人看到这一点，其实也会担心，如果印尼政府一直维持这种强势的态度，可能不只给美国企业，甚至也给其他国际企业发出负面的信号。同时要考量，川普现在已经重返白宫了，这种强硬的态度会不会带来更多负面的效果？代表他们自己有意识到这块饼很大，大家都想吃。那也要认清大企业并非只有你可以选择。那尤其原本就强势的美国企业，配上现在更强势的川普政府，会不会弄到时候两头空的状况都很难说。那接下来的情势呢，可能会往什么地方发展？我们大约分析3个可能性。那第一就是苹果让步嘛，逐步的加大他们的投资，慢慢去完善苹果在当地生产的建制，提出更好的条件啊，更多的投资金额满足印尼政府。但在这之间呢，我们可以看出来，苹果是逐步的加码，他们会测试到说到底印尼政府的底线在哪里。因为同时你要去考量，那么快对印尼政府的让步，其他新兴市场也会看到苹果的态度，可能同样用一样的手法去跟苹果提出要求，那到时候可能更加麻烦。那第二个可能性呢，印尼受到其他 W 成员国的抗议，那甚至可能看到苹果没有要让步的态度，或许自己会在其他方面提出相对优惠的条件，让苹果在当地生产可以降低更多的成本。那当然了，川普上台之后，他的态度也一定会非常的强硬。那这种时候，印尼碰到这样的强势政府，会不会有所退缩呢？我觉得是蛮有可能的。那第三种可能就是苹果直接放弃 iPhone 16跟17在当地销售的可能性，那直接以 iPhone 18或者其他另类型的特规机种在当地生产跟贩售作为交换条件，提供印尼本土制造销售的版本，满足他们政府的需求。毕竟短期内以印尼的消费力来讲苹果这种高阶手机在当地的市占率也一直起不来。那用这种渐进式的方式一种只在当地贩卖手机型号来慢慢侵入市场，那同时慢慢建构他们供应链，也是一个比较安全的选项。那其实这个事件不仅仅是苹果跟印尼政府之间的问题，我觉得更反映到是全球供应链的竞争。那尤其到现在中国的供应链慢慢在转出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多新兴市场用印尼政府的这种行为，挟着自己的市场跟人口规模来逼外资投入更多的资金，进而扶持当地的经济起飞。而以苹果角度来说了，好像退出中国本来是一个非常比较相对单纯的这个生产供应链来讲，那现在就算要转到其他东南亚国家，好像也不是这么直接简单，直接可以选一个印度或选一个越南当做他们的基地，因为每个新兴国家都有自己的算盘，他们也都知道自己手上的筹码有多少。所以最后我觉得还是来问问看大家的看法，可能很多人对这一部分也比我更了解。那如果你是苹果的话，你觉得你现在会走什么样的策略？就持续加码投资呢，顺应印尼政府所提出的要求，还是你们干脆更强硬的直接放弃印尼的市场，毕竟他们市占率也不高？还是你觉得印尼政府其实也是非常聪明，就是利用现在目前还有这个筹码，新兴国家的这个市场与人口的优势，吸引或是逼迫更多大企业进驻投资，并提升整个印尼的经济力？还是你觉得它其实有点太冒险了？那你们有什么想法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大家一起讨论吧。OK， 那我们今天这个科技事件的分享就到这边，我是苹果李，我们下次见，拜。